最近这几天，我的心里一直悬着一件事，怎么也放不下。我家对面有一位收回收的婆婆，长久以来，她把杂物堆放在我家门口的巷子，造成不少困扰。除夕那天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很大声地跟她讲了话。事后，我却一直耿耿于怀。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，心里不断责问自己，我干嘛要那么生气？为什么要那样大声跟人家讲话？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以前我每当跟人有了什么不愉快，就会一直挂在心上，反复想着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。那种感觉像是个沉甸甸的包袱，怎么都卸不下来。后来我想起了一个画面，以前在一次催眠里，我看见一个弹钢琴的小女孩，她的脸扭曲着，像小丑一样，心里满是愤怒。可是她假装没事，一直弹着钢琴，勉强挤出微笑。那个小女孩就是我。我发现，因为我一直退缩，一直让步，生活中开始出现各种令人不安的干扰。婆婆的狗身上的跳蚤蔓延到我家来，四周的嘈杂声越来越多，夜里也不得安宁。那些侵入感一点一滴地蚕食着我的空间，我终于意识到，这就是没有边界的代价。第二天静坐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我不需要去跟他和解，我要学习的是到此为止。但同时，我也不要责怪自己，因为我就是想那么做。我要画下真正的界限，不要再当烂好人了。不要再因为跟别人有些纠纷，就急着想和解，急着自我检讨。更不要因为别人的不接受，就质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我大姐知道了之后，叫我去请环保局处理，甚至要我警告婆婆。我听着，心里知道那些激烈的做法我做不来，但我也对自己说，好吧，至少我心里面可以画下界限。这件事本来就该有个底线。虽然对一位老人家大声讲话不太好，可是他已经越界太多了。我很无奈，但我不再为此否定自己。后来有一位朋友跟我说，你做得很棒，你让人家知道了你的边界。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他也说他自己正在学习同样的功课，有些事情是需要沟通的，需要说出口的，不能永远把委屈往肚子里吞。那天静心的时候，我内心深处浮现了一句话，像是某种领悟，又像是来自更高的自己。慈悲中带有庄严，庄严就是你的边界。意思是，边界来自于庄严，不会轻易让人冲入你的封锁线，这才叫做庄严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个弹钢琴的小女孩，她扭曲的脸似乎开始慢慢复原了。我一直以为慈悲就是无限包容、无限退让，但原来不是。真正的慈悲是温柔而坚定的，既不伤害别人，也不委屈自己。我一直不懂得划界限，太容易牺牲原则，觉得自己变得软弱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守住自己的边界不是自私，而是一种对自己的庄严。这是我正在学习的功课，或许也会是一辈子的修行，但至少我已经开始了。